大家好，今天呢，我們一起來複習一下這個常見的一些神經系統體徵。那麼比較有趣的就是說呢，這些体徵呢都是用人名这些人名我相信都是当時很著名的醫生那麼這些用他們的醫生的姓名來命名的比如說 Babinski、Brudzinski、Kernig、Hoffman、Romberg、Laseg 那麼這些體徵。那麼这些呢，在咱们不管是大家學習神經病學神經外科學，或者是護理學，或者是常規的一些就是說普通的這種醫學科普那麼可能都會遇到這些名詞。那麼這些名詞呢，因為它只是個人名是吧？你如果不把它進行一個了解的話，你猜是猜不出來的，对吧？給你一個人名，你去猜這個體徵是個什麼意思，這是猜不出來的那麼我們呢，今天呢，就是說其實神經系統的體徵，或者說有一些檢查方法，可以說是在整個咱們 physical examination 查體這個從頭到腳那麼以神經系統用人名來命名的體徵最多我是深感這種神經系統用人名來命名的體徵是又多又複雜，而且很不好記那麼尤其是神經內科裡邊有很多這種名詞都是很難記的，它就是個人名，它不涉及到一些解剖生理，所以你去記是很困难那純屬是把一個名字和一個體徵必須要緊緊聯繫在一起才行但是好在呢，我們其實現在 NCLEX 常考的主要就這些那麼並不是說很複雜它已經把那些最難記的那些我覺得都已經給過濾掉了，那麼這些呢是比較好記的那麼今天呢，我們就一起來複習一下那麼首先呢，我們說總共有哪些是吧？咱們這些名詞都在左邊這一列都列出來了Babinski、Hoffman、Brudzinski、Kernig、Romberg、Laseg。那麼這些呢，它分別是什麼意思咱們這後邊都有詳細的這種簡單的講解。比如說巴賓斯基徵是什麼意思它是用足底的刺激來看有沒有大腳趾的這種背伸，同時其實典型的呢還有其他4個腳趾向外張開，這是最典型的巴賓斯基徵陽性。那麼它提示的呢是叫做椎體束或者叫上運動神經元的損害。簡單講因為這個詞不太好理解，那什麼意思？我們就可以理解為腦和脊髓的損害那麼它相反的呢叫做下運動神經元那麼指的主要就是周圍神經。所以一旦要是巴賓斯基徵陽性的話我們說這個損傷一定是在腦和脊髓它不在周圍神经這就是它的一個特點，也是它最重要的臨床意義Hoffman 徵什麼意思？我們去彈中指後面有詳細的講解。如果去彈中指的時候發現拇指食指這種屈的動作，這也是說明什麼？頸髓或者是上運動神經元的損害那麼 Brudzinski 徵呢，是你在把病人的頭從一個仰卧位把病人頭給他抬起来，你会发现病人的腿髖和膝也都在往上抬，這個就是陽性，這個提示有腦膜刺激徵。什麼意思呢？病人很可能有顱內感染顱內出血他的腦膜受刺激叫做腦膜刺激徵。第4個 Kernig 徵是什麼意思病人也是平躺，那麼他呢先得把這個大腿和小腿叫做屈髖屈膝都是90度，後邊咱們有圖。然後呢把這個膝關節呢慢慢變直如果再變成45，就是这種從垂直的90度變成45度，這個過程中病人明顯出現有阻力了，有肌肉痙攣了，疼痛，這就是陽性，同樣提示腦膜刺激徵那麼下一個 Romberg 徵呢，大家可能這個都知道讓病人在那兒，我們叫做閉目難立徵是吧？先讓病人俩腳并攏，然後身體就是直立在那兒兩手放在兩側，下垂也行向前平伸也行，向外平伸也行那麼這個沒有嚴格要求就是這個上肢沒有嚴格要求那麼先睜眼睜眼一般來講患者都是能站得穩的，但是讓他接下来閉眼那麼醫生或者護士一定要在患者這個能夠伸手可及的地方站着因為萬一患者摔倒站立不穩呢，那是會出問題，所以一定要隨時能夠把病人扶住那麼如果病人閉上眼之後發現身體開始搖晃站不穩了，這個就是陽性这提示的本體感覺一般來講是
這個脊髓的後鎖損害啊，但也可能有前庭的这一部分原因吧。那麼主要還是本体感觉啊，就是在脊髓这一块。那麼拉塞格征呢，是我们也叫直腿抬高试验啊。那麼後邊也有图啊，就是病人还是仰卧啊，把这個腿直着往起抬，這就和剛才咱說那個科尼克征不一樣。科尼克征呢是本來這個髖和膝都是屈90度啊，這個是直接直着腿從床上往起抬啊。那麼如果有坐骨神經痛啊，這腿開始疼，腰開始疼，那麼這就提示什麼？腰底神經根有刺激症啊。一般可能就是椎管啊，什麼椎間盤，就这個部位的問題啊。這是跟大家先整個全面的咱們看一下，下邊一個一個說啊。第一個巴宾斯一征啊，我們說是足底的病理反射啊。什麼叫病理反射？它是一旦陽性，它就提示有問題啊，它不是生理性的。當然有個特例，就是說小孩啊，一般來講2歲以內都認為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巴賓斯一征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有意義啊。剛出生幾個月的是吧？這個基本上可以放寬到2歲啊，2歲以內巴賓斯一征陽性，我們認為可以接受。但是超過2歲還陽性，那就是病理的問題啊，很可能出現腦和脊髓的損害啊，是叫上運動神經元損害。怎麼檢查呢？我們看就是拿一個我們扣枕錘的另外一頭，通常是一個鈍頭啊，不能用特別尖銳的東西，病人會很疼啊，用一個鈍頭的東西啊，去劃病人的足底啊，從哪個方向到哪個方向也很有講究啊。我們要從這個足根部啊，大概從這個地方沿着這個腳的外側往上，然後有這麼一個弧度向內側拐啊，大概是這麼個形狀啊，就是這種形狀。這個病人如果是出現了腳趾這種向下勾是吧？這種像抓地的這就沒事啊，這屬於正常的，這也叫陰性的巴賓斯一征。或者其實我們也叫做直反射啊，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但如果是出现了這種形態啊，大腳趾往背側背伸，然後其他4個小指，這個4個腳趾還向外張開啊，向外張開，這就是典型的巴賓斯一征陽性啊。那麼這個就肯定是有問題了。我們比較常見的導致這個原因，比如說腦出血、腦梗塞啊，一些昏迷的病人、偏癱的病人，通常都會有這個陽性的巴賓斯一征啊。好，下邊這個布魯金斯基征啊。那麼這個怎麼檢查？病人先是平躺的，然後呢，醫生呢把手放在病人的脖子這一塊，然後往起抬。你要觀察的不是患者的脖子，而是觀察患者的腿啊，2條腿，他本來2條腿是平伸放在床上的，結果你發現什麼呀？你把病人頭部往起抬的時候，病人的腿不自主的就曲起來了啊，這就叫做布魯金斯基征陽性啊。那麼這個也提示什麼？就是咱們說的腦膜刺激征啊。這是如果布魯金斯基征陽性，就提示腦膜刺激征，說明裡邊有顱內感染或者是有出血啊這些問題。那麼下一個科尼克征，科尼克征呢，我們說這個首先檢查之前，先得把病人的腿保持在這個姿勢。我們說屈髖啊，主要指的大腿和這個床之間，這個叫屈髖90度。然後呢，屈膝90度，就是大腿和小腿這個角也是90度啊，這是保持一個起始姿勢。那麼在這個姿勢的基礎上啊，以此作為一個基礎，這個醫生這只手不動，扶在膝關節上不動，把這只手放在足跟的這個手往起抬，讓這個小腿慢慢伸直。如果伸到135度左右啊，也就是說他在往起抬45度之內，患者就出現疼啊，這個腰疼啊、腿疼啊這些，或者說明顯的肌肉就感覺在收縮啊，痙攣你就抬不上去了，有阻力。那麼這個就說明這叫做陽性啊。當然你說抬到135度以上了，那可能病人就是年紀大了或者怎麼樣，他超過135度以上，我們一般就不說是陽性了啊。但是如果是在這種就是說這個角在135度以內，患者就出現這種阻力啊、什麼疼痛啊，那這就叫陽性。同樣它的意義就是說腦膜刺激征啊，顱內可能有出血，蛛网膜下腔可能有出血，可能有感染啊这些。下一个霍夫曼征。霍夫曼征呢，其實這個檢查相對來講它的陽性意義呢不如前幾個大，但是我們通常考試裡邊還是會提到這個啊。它是叫做上肢的病理反射，是吧？因為什麼？咱剛才查那個什麼布魯金斯基查的那個巴賓斯一征啊，不是那個巴賓斯基征啊，
巴宾斯基征實際上還有幾個和它類似的体征，我們就不多講了。其實還有幾個都叫做下肢的病理反射啊，比如说冈大呀、Oppenheim 啊、冈登呐柴道格呀，几個都是啊。但是我們可能要求不了那麼多哈。但是這些呢，不管怎麼說，都是在下肢的病理反射。那麼上肢的病理反射就是靠這個霍夫曼征啊。怎麼檢查？就像这個哈，醫生用你的手按住這個患者這個中指啊，這側在指腹，這一側呢在指甲這一塊，然後啪往下一彈一摁，如果這個動作出現以後，你出現了這種手指還是没什麼變化，那這就是陰性。但是如果你發現這個手指啊往起攥拳頭一樣了，收縮在握拳这個有這個動作，那這就是陽性。這個提示叫做上肢的病理反射，也就是說頸髓大椎體束的病變啊，同樣也是說上運动神经元損害。那麼下一個哈 Romberg 症，這個剛才咱們提到哈，讓病人站立然后閉上眼，是吧？这個他的兩手就自然下垂。有的时候呢，其實我們可以讓病人雙臂向前伸展，也可以雙臂向兩側伸展，這個都沒有明確的說必須怎麼樣啊，只要是雙臂在兩側就行。那麼醫生或者護士一定要在他的附近哈，萬一病人出現了站立不穩要摔倒，你馬上就能把他扶住才行啊。那麼是患者呢先睜着眼站，然後閉上眼，能堅持20到30秒啊，沒有明顯的摇晃，說站不穩那就是陰性。出現了明顯的搖晃，或者患者自己覺得站不穩馬上睜眼，這都是屬於陽性啊。那麼這種呢，就是一般我們認為這個是檢查什麼，就是叫做小腦啊，而且其實主要是指這種小腦隱部啊，就是軀體的這種共濟運動啊。那麼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共濟運動的檢查方法，我們在這兒也就不多說了啊，因為主要是介紹這個。那麼最後這個叫拉塞克症啊，這個呢也是哈，病人仰臥啊，枕不枕枕頭這個關係不大。仰臥以後呢，醫生呢，你看這條腿是直着往起抬啊，這和剛才那個科尼克症那種曲着屈髖屈膝往起抬小腿是不一樣的。這是整個哈直腿，你看這個手是放在膝蓋這個位置，不讓膝蓋打彎的。這只手呢，同樣把足跟往起抬，就是為了讓腿是直的啊，不能彎曲往起抬。那麼當它出現，比如說30度到70度就開始出現臀部或者下肢的放射痛啊，那麼這個就是陽性啊。當然你屈膝以後它就會緩解啊。那麼這個提示坐骨神經可能受到了壓迫啊。那麼最常見的椎間盤啊，腰椎間盤突出。那麼以上呢，就是咱們把這些神經系統比較常見的幾個這個體徵那麼進行了一個總結。其實呢，神經系統的陽性體徵用人名來命名的特別多咱們呢就是撿最重要的這些考試裡最常見的這些，把它給總結了一下我覺得对於大家一般的考試應該是夠用了。好吧，那咱們今天就講到這兒如果大家有問題呢，也歡迎隨時的在評論區告訴我那麼感謝大家收看歡迎呢點讚、訂閱、分享，下次咱們再見，謝謝各位。